师兄，你又把药源啃了，叶宗主已经在路上了。不是啃，是啄。啃需要牙齿，我没有牙齿。措辞精确有助于责任认定。现在是讨论啃和啄的时候吗？李有田，这就构成了基本素养。那是因为大长老没有刺和狡辩的语义边界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他在执法程序上的不严谨。李有田，我问你，如果我说啃，那说明我是用牙齿咬的，而鸡没有牙齿，这就构成了事实错误。叶宗主如果据此问责，我可以合法申诉。师兄，你上次申诉的结果是大长老把罚款翻了1倍。那是因为大长老没有区分申诉和狡辩的语义边界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他在执法程序上的不严谨。你每次都把离谱的事说得跟真的似的。你是怎么活到今天的？你到底还欠了多少人？分期付款。时间是修行者最大的资产。你要看账本吗？我按竖式笔画排了司空函，司空二字笔画为14加12。你还排了序？我排第几？第1页，猎妖谷虎妖事件挽救费，零时3万，你欠我的。我什么时候欠你了？猎妖谷，你被困在崖壁上，我的打鸣把虎妖吓跑了。你的打鸣把方圆10里的妖兽全叫来了，我差点被踩成肉饼。但虎妖确实跑了，原问题解决了，新问题是新问题，我帮你解决了一个问题，你欠我是事实。行了，师兄说鸡没有牙齿不能算啃，申诉失败是因为大长老执法程序不严谨，记下来，记下来。李有田，你刚才记录准确，加2分。谢谢师兄，你们师兄弟到底什么毛病？好了，我事先走了。姬晨，分期再加20年570万灵石，按你目前的新房，大约需要还470年。金丹修士寿元500年，我还有30年的余量，时间充裕。你管30年叫充裕？对一只鸡来说，30年等于凡人100年，很充裕。2条路：一，去丹霞宗当药引，每周放血1次，拔毛3根，炼药入丹。你还活着，但跟死了差不多。2，去万妖窟，取回宗门10年丢的镇宗之宝涅槃穗。万妖窟，妖族地下城，上下7层，招牌菜是烧鸡。你知道就好。他们的烧鸡用的是什么腌料？什么？如果用7味灵草腌制，说明他们对禽类料理至少是有研究的。如果只是粗盐涂抹，那就是对食材的不尊重。你到底在不在意自己的命？这和命没关系，这关乎族类死后的体面。去不去？去。该出发了。不怕被当成烤串原料？等他们发现咬不动的时候，自然会跟我道歉。师兄，你疯了！你要去万妖窟？你是鸡啊？你是外送菜懂吗？你是外卖送菜啊！我是去执行任务，不是去上菜。师兄，我给你分析，万妖窟的妖族10个里有9个吃过鸡，没吃过的那个吃素。你进去以后会怎样？直接被下了锅，你才后悔。李有田，你的分析有2个错误。第一，普通菜鸡没有金丹修为。第二什么？等他们咬我第1口的时候，牙齿崩了，剩下的事儿就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儿了。叶宗主派我们3个组队，你、我、李有田。我知道，
昨晚他先通知了我，所以算我先知道。这是什么逻辑？司空兄，别跟他讲道理，你讲不过他，他道理都是鸡窝里线下出来的，是育出来的。那你悟出来的道理，为什么每次都让你免单？因为我的道理站得住脚，你反驳不了。伪装特训，内容共4项。第1项，走路。走路也需要训练？你走路的样子，3里之外我就能认出你是一只鸡。我是天鸡族，天鸡走路也是鸡，昂首挺胸，1步3点头，尾巴跟着节奏晃。你在人族地盘上这么走没人管，到了万妖窟，任何一个有眼睛的妖族，看你3步就知道你是什么。师兄，你走路的样子现在不像鸡，现在像一只被风吹歪了的鸡。说清楚，是不像鸡，还是像被吹歪的鸡？都像。你这话前后矛盾。我就是描述一下直观感受。直观感受不能作为判断依据，你重新看，我重新走。你觉得好笑？不好笑。你继续。第2项，打鸣问题。你的打鸣是金丹级别的音波攻击，整个万妖窟没有人或者其他活物会喜欢被一只鸡在阴时叫醒，所以打鸣关乎天道运转。我知道。天机古训第1条，凡天机族后裔，每日黎明前必须高声啼鸣，此乃划定阴阳边界、宣告昼夜交替的天道义务。一只不打鸣的公鸡，等于一条不叫的狗，等于一个不闭关的修人。你记住了，加2分。但万妖窟在地下，地下没有黎明，你看不到太阳，所以我需要一个人造太阳。不，这次绝对不行。我的灵力，这次可以轮流造。你，李有田，我各造一炷香。我不会火球术，那就学，现在学。就是打鸣的事出去再说。接下来我将启动情绪管控专项特训，核心目标是强化你的情绪耐受度与稳定性，确保你在接触或听到与烹饪鸡相关的内容时，能够保持平稳状态，不会产生暴怒等激烈的负面情绪反应。秘制脆皮烧鸡。季晨，告诉我你现在在想什么？我在深呼吸。数了吗？数了。数到几？10。你根本没数。我数了，数得太快了而已。你数了10下，花了多久？大约1息。1息数10下。我反应快，修行者的基本素养。这张纸不是菜单，这是一张测试纸，上面写的内容不代表真实存在的菜品，它是假的。假的？对。但有人在现实中吃过，这不重要。有人吃过就有食谱，有食谱就有人复制，就会有第2家店把这道菜写在菜单上。我现在不看这张纸，不代表将来不会看到实物。所以，这张纸我保留，将来调查食谱的来源。你调查这个干什么？查清源头，从根源上消除隐患，这叫溯源治理。你是去执行任务的，还是去整顿妖族餐饮业的？可以同时做，不冲突。冲突，完全冲突！你是去潜入的，潜入也可以顺便纠正行业乱象。叶宗主，我没法带他去，你换个人。换不了，整个宗门他是唯一能感应涅槃碎的天机族血脉。叶宗主，还有第4项。
第4项，见到毒虫时的控制。那虫有毒，放任它爬进草丛会产生安全隐患。你先把你嘴里的吐出来再说话。那是毒虫！天机族百毒不侵，这是血脉优势，你们不必担心。谁在担心你？我们担心的是毒虫咬别人。所以我刚才说了，应该抓第3只。听说你要去送死，执行任务。就凭你这点本事，金丹初期去万妖窟，你觉得自己能活着走到第几层？第7层。你认真的？我说过的话都是认真的。第7层镇守的大妖至少元婴修为。哼，你一只金丹初期的鸡，靠你那破锣嗓子打鸣，2声叫完嗓子哑了，然后被人拿去厨房拔毛。我的嗓子不是破锣嗓子，招式名叫晨光破晓。你那个招式名真难听。你的招式名叫暗雨沉渊，也不怎么样。你说什么？暗雨沉渊4个字，3个意思重复，暗和沉都是往下走，雨和渊都是水相关，整体意象不统一，而且结尾没有窝，没有灵魂。结尾为什么要加窝？因为我们是鸡。谁规定鸡的招式名必须加幽？天机古训根本就没有这条古训。可以有，我是天机族第97代一脉，我以一脉传承者的身份提案，招式结尾统一加窝。哥，你是不是忘了上次咱俩打架谁先倒的？你修为比我高，自然是我倒，但倒了不等于输了，输了不等于你说的对，这是2回事。什么叫2回事？力量与道理没有因果关系，你比我强，不代表你的招式名比我好听。你这招黑羽突刺名字也不太行。我没给这招起名字。这就是问题，连名字都没有，更没灵魂了。你对我说了2次送死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万妖窟？涅槃穗。涅槃穗，你觉得那颗穗能查母亲的线索？不是觉得，叶青罗10年前丢了涅槃穗，母亲12年前死在荒山洞里，手标是一空的玉盒，盒子里原本装的是什么，没有人告诉他。但我是他儿子，我闻过玉盒的味道，那个玉盒装过涅槃穗，不是青木宗后来丢了的那颗，是更早的，母亲手里的那颗。你知道凶手跟涅槃穗有关？知道。你知道凶手很强？知道。你知道你很可能死在那边。这根羽毛可以感应我的位置，你死的时候我会知道，然后去给你收尸。你是在担心我？我在担心你的铜铃，那是姬家的东西。他在担心我。妈。明天出发。我们是去潜入，不是去郊游。万一困在里面，这些干粮能救命。
而且我备的全是素干粮，没有肉，尤其没有禽类。后勤工作想得周到，加1分。师兄，你师父不来送你，你都不难过吗？他不是不来，他在等。等什么？等我活着回来。出发。师姐，这账我先记下了。晨光破晓3人作案弹低品情食。这里有人族，有妖族，还混着半妖，三教九流，什么人都有。别惹事儿，别说话，走路快一点。那边卖的是什么？肉。什么肉？不知道。走。如果上面挂着的那几串梨，没有，肯定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闻到香料了，就是普通羊肉，你信我？你上次在猎妖谷也说信你。那次不一样，那次真的不一样。师兄，你往前走，别回头，算我求你。腰果酒，5个零食1碗，喝了能看见前世。能看见前世？骗人的。不完全是骗人的。腰果酒里的腰果含有微量的致幻成分，配合特定的心理暗示，确实可能产生前世记忆的幻觉，但那是大脑的自我欺骗，不是真的前世。为什么你知道这个？师傅教的。丹霞峰有一套课程叫妖族餐饮中的药物学陷阱。你们丹霞峰到底教什么？修道和生存并重。来啦！叶青罗给我传过讯了，3人小队潜入万妖窟第7层取涅盘穗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他疯了。上一个跟我说要去第7层的修士，3年了还没回来，我猜大概是在第6层当了妖兽的点心。你是阮三娘，通行证多少钱？你有意思，你身上有远古种的味道。我是普通级，普通鸡金丹期，你唬谁呢？鸡妖我也见过不少，都是些凝气期到头就打鸣打上天的货色。你是第一个，我闻起来有一股上古百妖谱的味道。你的鼻子很灵，但我的族系与你无关。哟，脾气还挺大。行，不问。通行证10万灵石一个人，3个人30万。好，付钱。西尘，你答应过自己付。我答应的是分期还你，不是现在付。你，司空道友，我和你之间有借据，有约定，还有猎妖谷那次的人情债务。你现在付的每一分钱，将来都会在账本上被清算。我的记性很好，你不必担心。我没有在担心。那就付吧。30万。万妖窟7层，通行权限不同，这个通行证只开到第4层。第5到第7层需要另外加钱。不全是钱的问题。第5层开始是万妖窟的禁区，百真阁在第7层，镇守者是个大妖。多大？化神期。
九尾妖猫，活了3000年的老怪物，我能帮你们搞到第7层的陆隐，但陆隐只能让你们见到他，能不能让他放你们过去，不关我的事。他叫什么？九幽，万妖窟真正的主人。3000年里没有几个修舍能从他手里讨到东西。你们要的涅槃穗如果还在第7层，那就是在他眼皮底下。多谢情报，剩下的我们自己想办法。等一下，你把斗笠拿来让我看看。为什么？好奇，我见过的妖比你吃过的米还多，鸡类的妖修从来没有出过金丹，别说是金丹，筑基的都少。妖兽谱上古至今几万年，禽类排得上号的只有凤凰、朱雀、青鸾、碧方，全是火系的。你家这位身上的味道不是火，是光，是那种天亮前第一缕光晒在石头上的味道。天机族，老天！上古百妖谱排17的天机族，你们不是灭绝了3万年？血脉稀薄了，绝大部分天机族已经融入了普通禽鸟的基因池，偶尔出现一弟弟。我叫姬晨，天机族第97代一脉。一只天机族的一脉要潜入万妖窟取涅槃穗，你知道涅槃穗是什么吗？青木宗的镇宗灵植。那是青木宗给的说法。涅槃穗的真身是3万年前某只远古天机陨落时落下的尾羽。你的反应告诉我你不知道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一个天机族的后裔去取他远古先祖留下的羽毛，我怎么感觉这事儿跟我也有点关系呢？什么关系？秘密，下次告诉你。如果你们还有下次的话。喂，天机族的，给你一句忠告：万妖窟第5层有家酒楼，名字叫万妖酒楼，那家店的镇店之宝。别掀桌子，他们家墙刚修过。那个狐妖，他怎么看一眼就知道师兄是天机族？七尾，他的本体是九尾狐的一只，九尾狐的嗅觉在上古百妖里数1数2，能闻到血脉中的远古残留。那他会不会把师兄的身份卖给万妖窟的人？不会，叶青龙选他合作，说明叶青龙信他。我欠了叶青龙570万，他没有理由信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人，否则我的债就收不回来了。所以你对阮三娘的信任是建立在你的债务上的？逻辑链条完整，无法反驳。你什么时候能不用债务来推倒整个世界？债务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契约，有借有还。你从来没还过，还没到时候。那个师兄，明天早上我们进万妖窟之前，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？进入万妖窟后注意事项。第1条，不要主动暴露我的族系，但如果我自己主动披露，属于战术需要，不在禁止范围内。什么叫你自己披露？第2条，遇到任何含有“鸡”字的菜单，李有田负责在我看到之前把菜单拿开。懂了。第3条，如果没来得及拿开，司空寒负责善后。善后是什么意思？包括但不限于向店家解释我的身份，阻止我掀桌子，评估财产损失，垫付赔偿金。我他妈是你的保镖还是你的会计？目前看来，两者都是。我可以在欠条里加上会计费用。我的个乖乖，这就是万妖窟？这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我以为万妖窟会是那种黑漆漆、鬼哭狼嚎的，地上到处是骨头。那些是骗外常人的话本。妖族也是活人、活妖，他们有社会、有商业，每天也要吃饭睡觉。师兄，深呼吸，你教我的，数10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。师兄，你是往那家店的方向走？停！我在数。你边数边往那边走。数不需要原地不动。你先原地不动，然后再数。天机族没有后退的习惯，绕过去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你答应过我的条件，
到地方我看到菜单先跟你说，我们冷静分析。你现在连那家店的菜单具体内容都不知道，万一那个灵禽是鸽子呢？是鹌鹑呢？是司空道友，你刚才说了鸽子、鹌鹑和鸭这3种禽类的名称，你已经说全了，但你唯独没说那个字。3位客官，来几串，现烤现卖，有鸡肉，有鸭肉，还有鹌鹑。你刚才说了，我听到了，不是菜单让我生气的，是他说的。我理解，所以我现在……别信！听着，我们是潜入，入！你在第1层掀桌子，咱们连第7层的门都看不见就被围了。涅槃碎，你母亲，线索，你想全没。走。师兄听到关键词的冷静期大约需要3到5息，前提是在这个期间内绝对不要有人类或妖类捕刀。果然，怎么了？你是同族，不能救。现在不能，我们还有任务。第7层的涅槃碎，你母亲，我知道。你知道就好。我知道。你叫什么？青羽。哪个青？青色的青，羽毛的羽，一个捡到我的人类老修士起的。他说你的毛跟雨后的青草一个颜色。那个老修士呢？死了，被妖族的捕鹿队杀了。他们是进去抓3只化形的鹿妖。老修士只是路过的普通人，他们觉得目击者留着麻烦，就顺手。又开始了。铁链还在他身上，他现在走不了。铁链是灵石锁，筑基以上才能强行拆除。我还不是元婴。那你开锁的意义是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姬晨，天机族第97代一脉。你会再来吗？师兄，你刚才说的锁，其实你可以用金丹修为强行拆的，对吧？你是故意不拆的，因为他现在太弱，在万药库第1层没笼子，反而是害他。你变聪明了。第1层连竞技场都有，妖族把这里经营的跟一座城一样，本来就是一座城。什么叫擂主吃肉？字面意思，血爪是虎妖，他在擂台上打赢的对手。你们妖族这么野蛮？擂台上的规矩就是胜者可以当场把败者吃掉。小伙子，第1层是万妖窟最文明的地方了，往下走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野蛮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的极冠在发红，天太热。地下哪来的太阳？有灵石的光，光源产生热，热引发毛细血管扩张，生理反应，不代表我有情绪。3位客官，打尖还是住店？住店，1间大房2晚，多出来的不用找。客官需要吃点什么吗？这是本店菜单。本店招牌老火炖灵鸡汤底，用18味灵草。菜单我们回头再看。现在你先给我们上3碗素面，素的，听懂了吗？素的。客官，素面是指不放肉，不放蛋，不放任何跟禽类有关的东西，面、白水、盐，别的什么都不放。那不好吃。好吃不重要，安全最重要。你没事？今晚的素面多加1份。我要补充体力。第1层的千灯集市我走完了，跟预判一致，明面上和平，暗地里什么生意都有。刚才开了龙锁，但没救那个小母鸡，你心里有底吗？青羽，他叫青羽。等我从第7层活着出来，我会来接他，然后收他为徒。你一只欠了570万灵石的穷鸡，哪有功夫收徒弟？天机族的归前债，传承一脉不止我一个。
每个流落在外面的都是他的同族。往下走，这个什么叫引路？师兄，那个不能吃，那是虫子。还不睡？丑时了，所以寅时我要打鸣，只剩1个时辰，所以你打算蹲1个时辰？打鸣前需要凝神聚气，这是天机族。我跟你说那事儿。出事了！你们进万妖窟的消息泄露了。多久？我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，但这个谁写的？不知道。但是这张纸条是半个时辰前出现在第5层万妖酒楼柜台上的。万妖酒楼的掌柜今晚给所有卫队发了传讯，凡能截获这3人者，赏灵石100万。100万？对，所以你现在的处境，100万灵石悬赏，这个数目够还掉我欠叶青罗的将近1/5。如果有人来抓我，我抓住他，能不能反向领赏？你刚才在算自己值多少钱？我在分析对手的投入产出比，悬赏100万说明2个问题：第一，幕后的人知道我们的目标值钱；第二，他手里灵石充裕，这2个都是可分析的情报。你有没有在听重点？有人在追杀你们！听到了，追杀和情报分析并不冲突。唉，别跟他讲逻辑，他逻辑是从鸡窝里现孵出来的，是悟出来的。你服的，悟的。来了，卫队，从脚步声判断至少是金丹后期以上。听斧头拖地的声音，是犀牛，铁嚼犀牛精，万妖窟第5层卫队长鄂来的手下。你怎么知道是手下，不是他本人？因为鄂来是元婴中期，脚步声比他重3倍。他本人的脚步声能在石板上踩出坑，这个只是沙推，不是疯狗。开门！万妖窟城门司盘查。哼，开吧。就是你们，2男1姬驻地废客栈。消息说那只鸡是金丹期。你刚才的措辞，那只鸡？对，那只鸡怎么了？没事，他刚才说那只鸡，那是特指我本人，不涉及种族的整体评价，可以接受。你在给他过语法？语言的精确性是修士的基本素养。已经讨论完了，结论是你的用词没有越界。接下来你有什么话可以说了？你们要取涅槃穗，万妖窟第6层以下的灵植不经允许不能私取，这是妖族的地盘，人族的规则不适用。涅槃穗不是灵植。什么？我已据天金族上古7代为一脉，论血缘传承，涅槃穗是我的祖产。你说涅槃穗是你的祖产？法律意义上如此。万妖窟不讲人族的法律，这不是人族的法律，是上古百妖谱的继承法则记载。百妖遗骸遗物遗宝归血统最近的后裔所有，凤凰的归凤凰，麒麟的归麒麟，天机的归天机。我不懂你说的那些规矩，我只听懂一条。消息说你是来偷涅槃穗的。我接的命令是带你们去见鄂来大人。去见鄂来大人？鄂来在第5层，万妖窟第5执法队总长，元婴中期，铁背苍膀，你是他的人？第5执法队第1小队队长铁脚，金丹后期。要是我们不去见呢？那就打一顿再带过去，打完了还能不能走路，不归我管。3个问题。第一，你说打完了带去见鄂来，那么如果我不打完，我自己去见鄂来，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动手？第二，你的赏金是100万灵石，如果我自己走到鄂来面前，这100万是不是你就领不到了？第三，如果你的赏金领不到了，你的队友会不会怪你？你和你的队友之间谁的功劳最大？你当队长是不是因为你能善于做决策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与其在这里打一场对你毫无利益可图的架，我们跟你去见鄂来，你自己交差，我少打一仗，你不少领一份赏金。
跟我走。谁去叫他？让他睡。恶来暂时只需要见我。以往抓人都是激烈对抗，今晚目标却是一只异常平静的鸡，这让他们深感不安。走。第5层有你觉得危险的东西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到了第5层，恶来大人的待客室就在前面。恶来是元婴中期，元婴中期比金丹初期大了整整2个大阶。你是真觉得自己能用嘴说服他？不是说服，那是什么？拖时间。拖到什么时候？寅时。你就是那只来偷涅槃碎的公鸡？不是偷，是认领。有种，很久没人敢在我面前纠正用词了。上一个是只豹子，300年前的事了。他纠正了我1个字，1个时辰后，他的皮成了我椅子上的坐垫。他纠正的是什么字？什么？那只豹子。他纠正了你哪个字？我需要知道是单纯的语义错误、语法歧义，还是有根本性的事实出入。不同的类型需要不同的纠正策略。我的策略和他的策略可能不一样，所以结果也可那样。铁脚，你说这只鸡很难搞，我以为你说的是能打，你没说过他用嘴。大人，他确实会打，但他确实也更能说。我没在怪你。你说涅槃碎是认领，不是偷。继续说，涅槃碎的真身是上古天机的尾鱼。3万年前百妖大战，天机族先被陨落，3根尾羽化作涅槃碎，散没3界，一颗落在妖族，一颗落在人族，一颗落在我母亲手里。你继续说。万妖窟第7层那颗涅克奈穗是我先祖的遗物，血脉传承在此，认领有据可查。这不是偷盗，是继承。你说的道理讲得通，但万妖窟不讲道理，只讲实力。你金丹初期，第7层镇守者九幽化神期，我元婴中期，你连我这关都过不去，谈什么继承？恶来大人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。我想在你这里叫一声。叫什么？打鸣。我是天机族，寅时未克必须打鸣。对天道而言，这是划定阴阳边界，这是修行基础。不打鸣，相当于你400年没磨爪子。我的爪子天天磨，一样。磨爪的频率和打一样高。你走到元婴中期的恶来面前，在万妖窟第5层的执法队总部，就是为了打鸣。不是在您面前打鸣，是天时到了，正好您在旁边。那你能不能换个地方打？不行，寅时是固定的，换地方可以，换时间不行。恶来大人，现在距离寅时还有……等一下！臣破醒。终于有人跟我体验过一样的事儿了。天机族打鸣，我听过。你说什么？400多年前，那时我还不是执法队长，我在万妖窟第3层的竞技场打黑类，最底层的那种，打赢了才给饭吃，穿透了所有的禁制和岩层，从地面一路传到了地下第3层。我当时肋骨断了，血流了半脸盆，连站都站不起来。但那声鸡鸣让我翻了个身。那个打鸣的天机族是你的谁？
大概是30年前。30年前，有一只母鸡来过藏妖山脉，它带着一个铜铃，就跟我的铜铃一模一样。它来过万妖窟。他是你母亲？30年前，对，他来过妖族的边境。我当时刚调到第5层，他是跟着一个商队来的，一个的母鸡鸡。但我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了，跟你一样，不是妖气，不是人族的灵气，是更远古的东西。他在万妖窟做了什么？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在第7层的边缘，在山脉上方的一个石洞里住了几晚。那时候没有执法队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巡逻。山中石洞，那个石洞的位置是不是藏妖山面洞口？松林东南3里，石洞不深，刚好够一只化形鸡妖圈着腿坐下。他做了什么？他守在那片乱石坡上守了3天，我以为是迷路，去赶他走，他没走。他说了一句话，我在看天，天快亮了，我来得及叫一声。然后呢？然后天亮了，他打了一声鸣，跟那方圆3里的所有招手手全惊了，连那边最早那群石狼一个都没好。他叫完就走了，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这山里藏着他儿子的魂和祖先的毛，他得守着，等儿子长大了自己来取。恶来大人，你刚才说你听过天机族的长吼，听到打鸣翻了个身，这不是巧合。天机族的晨光破响自古就有自有治愈效果，对妖族尤其明显。那一声我以为只是听到鸡叫，如果那道叫声真的治了我的伤，那他就是来自一只你不认识的天机，他也不认识你，他只是在守着他儿子还小的那段日子里，顺便叫了一声天亮。你没死，不是因为你运气好，是因为他叫了。30年前，你母亲的打鸣救了我一命，哪怕他是无意的，这笔账我不会赖。天机族不，公鸡，你叫鸡臣对吧？恶凿不欠人恩，也不欠鸡恩。铁脚，把赏金令烧了，把消息源头查出来，谁给万妖传的纸条？涅槃穗在第7层，我打不过九幽，但我可以给你们开到第7层入口的路引，而且保证第5和第6层没人再劫你们。多谢。不用谢，你母亲的恩不还我睡不着，400年都没怎么好好睡过。你睡不好，钉在座上哪能好睡？你的失眠可能跟尾骨伤势无关，你是不是寅时前后特别容易醒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天机族的打鼻声穿透力极强，你400年前听的那一声，在你的经络留了一个晨光印记，每天寅时前后的经脉会自动以为快天亮了，激活晨光残余，把你弄醒。能治吗？能。解决方法，每天寅时安排一只鸡在第6层入口处打鸣，不是你听，是我那边的鸡，不对，我本身就是鸡。等我到第6层，我每天寅时打鸣的时候，你配合调整呼吸。几周？失眠400年，几周已经很短。行。你们天机族从上到下都是治完病不给钱的。3年前那个吼母也是，叫完就走了。你可以下次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要钱。你刚才让元婴中期的铁背苍狼配合你的打鸣之眠，你是不是对这个世界的武力体系有误解？没有，他的武力比我强，但他的困扰刚好是我的专业领域。你的专业领是打鸣。打鸣。你刚才说在第6层给他安排打鸣治疗，但你还没到第6层，你怎么知道能打赢第6层的守关妖？不知道，治疗是他的需求，到达第6是我的任务，2件事的时间线可以不推进。而如果我真的到不了第6层，他的失眠也不会因为我的缺勤而恶化，本来就是老样子，风险为零。你刚才从进门到出门一共花了半钟，把一个元婴中期的狼妖从要抓你们变成了给你们开路，你用的不是武力，是打鸣，和你30前已经去世的母亲打过的鸣。他叫完了就走了，那我就接着叫。这不是普通的黑暗，暗灵气，某些远古存在天自带的领域效果。废话，前面是第7层镇守者的领地，化神期的9尾妖猫，它活了3000年，3000年的妖气渗透进石壁里，连石头都会变暗。你怎么？
我醒了一看，你们全没了，桌上只有司空寒一张纸条，我们去见来4不回你就跑，我哪能跑？我包袱里的速改粮还供3个人，不够4只妖吃。我追到第5层，恶来的手下说你们来第6层了。你跑过了第5层，一个人？对啊，遇到了。我说我来送干粮的，那个犀牛队长看了我一眼，说又是那只鸡的人，然后居然放我过去了。跟上来，不要掉队。好嘞。天族的古铭文。这是我族先祖留下的封印铭，我在师傅给我的一本残卷里见过类似的笔法，但没见过这么完整的。上面写的是什么？尘、气、封印，还有一个牺牲。谁牺牲？不知道，但写在这个深渊的入口，大概是3万年前被封印在这里的那位始祖自己写的。天机族，老身等了很久。你是九幽？你猜对了，你是天机族，当然猜得对。怎么这么小？天机族不以体型取胜，以准时。3万年了，天机族还是这德行。碎星雨的状态还只第1模式呢，雏形，血脉稀薄到连化形都做不到，真是老夫见过的最不像天机的天机。你见过天机？见过，3万年天机族的纯血始祖是从深渊底部，从封印最底层飞上去的。3万年前，始祖从这深渊底部冲天而起，墙顶碎裂13000里。那地方不叫万妖窟，叫垂起关。第1声叫醒了太阳，第2声驱散了万里魔障，第3声是叫我别哭了。那时候我还是一只小奶猫，3尾都没长全。天凤族屠了我族满门。我从北一路逃到南疆，钻进了这个洞。当时这个洞还不是万妖窟，只是一个废弃的地宫。我趴在深渊底部，3天没吃没喝，哭得快断气了。然后他飞上来的时候，路过我身边，那个天机族的纯血，他刚冲破天凤的封印，浑身是伤，一只翅膀的羽毛被烧焦了一半。但他看到我的时候停了一瞬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：“别哭，天还没亮呢，亮了就不怕了。”然后他飞走了。等他叫完3声之后，天真的亮了，阳光从万妖窟的穹顶裂缝照下来，照到脸上。那是37天内我第一次感觉温暖。所以你守在这里，不是看守封印。涅槃穗是一只天机留给一只小奶猫的最后礼物。我需要那颗涅槃穗。我知道。天凤族正在发动永夜祭，如果没有涅槃穗里的始祖残魂，我阻止不了。天会黑，不会再亮。我也知道，但涅槃穗只有1根，在封印维持了3万年，靠的全是那根羽毛残留的天机晨光。羽毛蛋被取走，深渊崩塌，我也会死。你知道自己会死，你还守着？小鸡崽子，你以为我活了3000年是在享受长寿吗？每多一考尾巴就少一些人。最后一位同族，我活了下来，一个人9道认识的所有人全死了，始祖被人射了一箭，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你猜我靠什么撑过来的？3万年前，始祖说过一模一样的词，只要会亮就能接着火。永夜祭的灰幕正在下来。是。那来不及了，如果到时候没有天机来哄，那才叫真的永夜。我不会让你死。你金丹初期，我化神期，我在这深渊底下撑了3000年都没能让自己脱离封印死。你拿什么？我叫姬晨，天机族第97代一脉。我每天吟诗准点打鸣，打出来就晨光。你的意思是？跟3万年来一样，只是叫的人换了。金丹境的鸣笛能持续一息。
我可以每天都叫。3000年，从今天开始，由我每天负责点一次。哈哈哈，你弟弟已经进去了。熄灭！红冠如显信子内岩江海是个宁死回头的主。2只天机，同3万年没见过这阵仗了，我都快哭了。他怎么进去的？那个攻击我害的。我也下去。姬晨、阵眼、铜铃，你脖子上挂的一模一样。父亲，30年，他知道会有2个儿子。跳。化神的封印深渊，跳是纯物理坠落，不是修真的飞行，会被摔死。他是天机，那只老猫在帮他，反重力气流，他在用尾巴搅风。那他呢？来晚了。来晚了，处理化神期。你说的符是哪个符？什么语境下的？咱家始祖3万年前哄了只受伤的大鸟，以后每天寅时来给他打鸣。你知道每天寅时来第7层意味着什么吗？承诺。这铃是爹的，3只铜铃是一套，母亲的挂在脖子上，鸡弟弟那只应该在他自己的羽翼间，父亲的这一只已经在这里放了30年。碰过，我来。父亲，我还活着，鸡鸣也还活着，我们都很好。3万年了，瞧瞧这血脉稀薄的，连化形都做不到，才金丹境。你们这3万年是在打瞌睡吗？200年。你是说200年？570万，还清之前不能死。你哥平时就这样？断腿事件，他6岁摔断腿，迟缴医生要5毛钱，他追了3条街要收居。听好，只讲一遍：3万年灭族不是战败，是被算计。第1步引开防线，第2步污染本源，第3步锁死退路。这一次比3万年前更危险。灰幕已经启动，蔓延速度可预测。到达大陆中央之后，永夜和大陆毁灭会在同一帧完成。阻止的前置条件是什么？2个。第1，3根涅槃穗；第2，3只铜铃。不必问3只的来源，执行。不可能！家族只剩3只天机，你、我、父亲。第3只在凤岐山的断翅牢狱里。精血，天机族每个个体辈子只能凝聚3滴，第1滴给了封印，多撑30年；第2滴留给了某个儿子，第3滴在另一只灵里。不是为了换什么折翅去了凤岐山，是为了给爪子们争取自己成长的时间。父亲被折翅后钉在凤岐山的断翼牢狱中，送死！精血不在体内怎么活？他用命换了3万天的日出。天机族的使命，就是在太阳升起前，把光带回来。继续说，第3只鸡，然后把父亲的战术位置画了出来。精血在铜铃里，身体在凤岐山。第1，灵和人在同一片天空下；第2，精血回归本体，元婴站立。在哪儿？第2根在暗空峡。那些野生怪物不算什么，能打。晨度不是威胁，不是武器，是每天天亮前后，天机族能踩着太阳的边缘短暂滑翔，条件是晨光。但你们2位金丹境界还不会飞，浓度太低，滑不了太远。3里够了。第3根盘穗的位置在天凤族老巢凤渠山顶，祭坛是你们母亲生前守护的那一根。凤渊沙漠凶手。3种觉醒模式，模式2的代价是失去，无法挽回的失去，否则会被自己的力量反噬。模式3是守护，不能被恨意溺毙。真正重要的人必须在眼前用一次，折寿10年。你们会走得比我更远。暗空峡，一起去。掏家产。暗空峡在藏妖山脉西侧。
第6层暗空峡，危险等级极高。那我们的补剑还有多远能到地面？走一步看一步。就是慌什么？有我哥在。上次谁被一只小妖兽追得扑腾着翅膀乱飞，剩下的不重要。滚！拿到了封印，别忘，你答应过。我每天早上会从地面上飞下来。我最讨厌不守时。我用一生唯一能做准的事当承诺。暗空峡，祖宗辈全被我揍过。你去找妖符。是天机族的血脉在靠近那片林子时感应到了什么？你到底是来探路还是来拆台的？我看不见啊！还有，我这是在记账。姬晨让你帮他记签记录时用的语气是人情账，以后一块算。带路，每天500。天凤族尽数改造的妖修，肉体到神识全部重塑，只剩一条本能。以光为食的怪物，诱饵是真的，只要拿了它，陷阱就只是一个陷阱。来了，他的菜单上只有我会发光。模式2需要人拉住我，必须是你。你眼睛里的封印碎了一次，你的神识没死光，再来2次，封印全碎。你不是怪物，你是人。去涅槃碎。第2根。涅槃碎拿走之后，封印自动碎，可以飞，想飞多远飞多远。时间不多了。他在里面，从你走的那天算起，撑了3天是出发和等待，真正的重伤是被截住之后，被他拖回来的。然后他早上发现撑不过去了，才让传音。老头，今天你不出说姬晨的笑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老夫还是劝你放弃永业记。来了，你他妈还是不会骗人，会飞了。好，师傅，30年。对，那是师傅本可再活的寿数，被他一把火烧了。对，我算过账，30年突破不了元婴，拿来换儿子们的位置，划得来。你说等我的？你见到他了？30年的牢，每一天都在记守卫巡逻的规律，不是等他去救，
是等他准备好了来救。连地都已经在翅膀内侧画了30年。凤九渊拦截的时候，你跟他交过手？说说凤九渊拦截时的交手细节。偷袭、反击、被认出，故意让他撕掉假草稿，真正的配分在储物袋最深处。当年学天机族知识时，不是为了教徒弟，是偷偷补的。阵法不是用来杀人的，是用来争取时间的。你母亲生前嘱托的是校准，不是武器。这颗是我刻的，收你第3年，现在出师礼可以给了。师傅，我还欠你，过来点儿。你不欠谁的了？天快卯时就快来了，快了。该你了，哥，你疯了！他说的不是情绪话，他说的是一句来自始祖的警告：失去模式2的触发条件，需要有人拉住，否则翅膀烧光加生命烧光，这堆光和太阳没区别，但代价太大。爹还在牢里等，涅槃穗还有1根，永业季已经第3阶段，你欠了500多万，你说过账不平命不丢，你他妈给我收住！第一个不烧自己先烧我的，这笔账怎么算？记李有田账本上。先记账，以后慢慢跟你算。走，挖你的出师礼，然后去凤栖山，把爹拉出来。老头怎么找到这条路？3度，师傅化神期感知能力扫描了方圆100里每一个山洞温度变动，找到唯一一个有穿堂风的地方。然后他烧了30年，为3度烧了30年。守卫巡逻规律画在翅膀内侧，羽毛拔光了，皮上画满了30年。怎么解？不用解。母亲留给我的念珠，封着她的一丝精纯晨光。天机晨光和天凤涅槃火同源共根。原来他算到了这一天，比我想的晚了几年。路上堵车，你这机关随你母亲。师傅死了，3天前见过你之后，那老头欠他一句谢，太丢人。你是命儿，长大了。你30年前为什么走？因为你妈死到凉血尽血。天风族说我不投牢，今天第5次抽不出来了，1滴滴给了你妈，2滴被抽走，我体内1滴不剩。30年前，你把他留在深渊，自己走进了凤栖山。更好。爹，第3根涅槃穗的位置被凤九渊拿走了，祭坛不用破，让他自己开。他缺第4滴，天机族每人3滴，这是基本定律。打不过他，化身中期，死之前的1刻把全身灵力烧成破晓印后能震出裂缝，他必须开门修补。那一刻拿了涅槃穗就跑，目前引爆能活小印跑不快，还是凤凰等自行。第3根是你母亲寄宿求守过的那根。姬守一，你儿子来接你了。这是属于我的力量。第2根涅槃穗凑齐的那天，3只天机同时出现在永业祭祭坛前面，就是我完成永业祭的最后一步。始祖的最后残魂3天前消散，晨光被我在山顶刚感应到了。我不会打拦你们，你们需要来祭坛，不对，也需要你们来祭坛。他在激你，故意让你炸，让你一个人撞上祭坛封印，提前报废。先记着，将来在祭坛上一起算。你以前每5年抽我1次精血，每一次都跟我念叨你有多想完成永业祭。始祖留下过情报，第3根涅槃穗的线索，一根在暗空下，一根在凤栖山顶祭坛，还有一根在最不可能的地方，一直在了凡人皇。师兄，什么叫在凡人皇帝的锅里？字面意思，我娘被凤九渊抢，另一根被他寄存在凡人皇城御膳房里，用炖汤做饭的方式保存了20多年。走吧，去凡人皇城，把你娘炖的那根穗从锅里捞出。
凡人皇城没有灵石灯，没有护山大阵，没有飞剑巡逻，他最大的防御力量是3000御林军，全是凡人，刀枪剑戟连一个凝气器都没有。但这座皇城就这安安静静的坐在藏瑶山脉东侧3000里，天凤族不屑来，人族修士不屑插手，用凡人的方式过了几千年。为什么天凤族不来找这个涅槃穗？因为炖汤，凤族极度洁癖，讨厌任何形式油烟。这锅汤炖了2000年，烟囱每天冒烟。天凤族的感知触及延伸到皇城外3里，就自动绕开了。他是做鸡饲料炼丹的，他这辈子最擅长的事儿就是把天才地宝藏在不该放的地方。凤九渊当年从松林口抢走的玉盒本来就是空的，涅槃穗早被他转移了，所以凤九渊抢了个空盒子。他以为自己手里有一根涅槃穗，实际上那是我妈用普通鸡毛做的赝品，真的在锅里。凤凰鼻子很灵，但它不会靠近油烟，这是他布了12年的局。我妈居然骗了杀他的凶手12年，而凶手到现在还不知道。对，他用假穗发动的永业记阵法基础有缝，他不知道这个裂缝就是我们赢的机会。工部尚书上个月刚换的瓦片，踩碎1片20两银子，踩了7块140两，隐身失效了。太阳还没彻底被灰幕遮死，影子还在地。是永业记导致太阳角度劈，而不复是机关太高。你们是来偷汤的，不是偷，是来以物易物。锅里有一样东西，对您来说是陈年汤渣，对我而言是祖产。会说人话的鸡，金丹期的鸡，朕活了47年，第一次见。朕喝了2代人的皇家秘制汤底里，一直泡着一根鸡毛，不是鸡毛，是远古天机族始祖尾羽，泡了2000年，每一碗阳寿20年。您祖宗把这锅汤传了2000年，本质上是在和我祖宗羽毛里的晨光。羽毛能延寿，不能再泡了，再泡最后一点灵性就消散。你再写一条汤锅保养方法。御厨每次都说火候不好控制，朕觉得是借口。火候问题，灶堂积灰太厚，换了灶堂，再用东海遗盐搓锅底搓掉2层老垢，火就能透，汤会更浓。明天换灶。永业记和灰幕的事儿，这2天早上上朝分不清辰时还是卯时，凤九渊跟这灰有关。天快要不亮了，天不亮了，朕的子民怎么种地？所以得有人去让它亮。丞相，这个锅从远古始祖泡到朕开这一代，你祖宗给了历代祖先2000多年延寿。东西洋市各征调运粮车50辆，干粮草药御寒被褥能装多少装多少，送到藏腰山脚下，不用问去哪儿，朕心情想送。遵旨。是每晚延寿20年还是总共？那个延寿果是真的还是编的？他喝了40多年汤，至少延寿200年，他自己不知道。现在外面在打仗，该还给他了。200年，他会活得比绝大多数修士都久，而且不长皱纹。棉的，真棉。他妈赤白的和被套一个字儿，脱下来没人分得清哪个是鸡，哪个是棉。凤九渊手里那个涅槃穗是假的，他会在祭坛修复裂缝，腿部被迫进去的时候，3之后永夜3真气炼那一刻，把3声大名同时打进阵眼，不同步则阵机裂不彻底，同步则凤九渊输。他不喝酒，他喝茶，但你可以敬他一杯。3年，他每天坐在蒲墩上一笔一笔刻的，就怕我们3个大名不同步。300年来第一次坐车，不是被关在笼子里。哥，你是不是忘了上次咱俩打架谁先倒的？天亮，有人会叫。当年筑陵的时候，我就说工匠偷工减料。被媳妇说是我手大显得灵小，这不是灵的问题。3万年前远古天机体型比我们这代大至少5倍。凹槽是始祖本人的灵印，所以始祖当年是一只巨鸡，一斩3000里。你在牢里30年，运气好没见过它。它翅膀张开比整座凤栖山还大。不是灵对不上，是灵需要碎的光做介质。3只、3灵、3岁，条件全满足，比他预想的快了大概3个月。你们是他打见过的最有效率的一代。时间不多了，永夜祭灰幕已覆盖半个大陆，明天午时之前破表阵，天就不再亮。到了。
这就是晨曦殿。3700万道记忆。每一只天机死之前，都会把自己最重要一段计断剂化成一道光，存进祖地。3700万道光，3700万只天机的一生，让你们看不是怀旧，你们不是最后连知道。就算你们明天死在凤岐山，这3700道光还在，天机族没灭，只是活着的少了。分析再加20年，大约需要还470年。禁术2种，左边的万古行业破晓一击，单体最强攻击；右边的共鸣领域展开领域，一人只能选一个。哥，选前方打架谁先倒？一个在前面撕天，一个在后面护。天机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民族。魔式3觉醒式守护，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，不能被恨意遮蔽，必须为别人而端化成光束王冠。展开的光耀的人可以覆盖一座场城，待请之后至今只有交易可以不觉醒，要奖你爹也选一个。天亮了就去，粮车要还。鸡饲料比麦麸好吃。人族修士碰赤叶傀儡直接烤熟。那了父亲走左路，在外围远程干扰，不是留守，在最外圈撒鸡饲料。远古灵骨玉赤叶会发芽，藤蔓能缠住火傀儡的脚。你不是废物，后勤是战斗力的前置条件，你师兄教我的。明天的明不喊招式名就1声，你听听正不正？灰幕是不是在往下压？2刻钟，凤九渊在加速，他想在卯时末刻之前把灰幕压到地面。火傀儡交给我，燃火，你们上山，撑到你们把天较亮。这什么玩意儿？鸡饲料，天机族祖传的。你们祖宗是3万年前被我们祖宗揍的那批。你跟姬晨学的，用嘴输出。对，师兄说语言是战斗力的前置条件。左前方第3根石柱是第1道符锁，右前方暗铜火墙后是第2道，正中供位上放着假穗。这根穗是假的，你娘骗了他12年。对，你每年对着他喝茶，他说谢谢你送的茶叶不怎么样，但看你被骗的表情很好笑。共鸣领域开。爹，井底捞穗，被凤九渊追急了，练出来的牢中30年每日训练，你是真不嫌你老公爬井累？发现了，鸡首的血脉信号正从祭坛往山下急速移动，不是逃跑，是下山。涅槃穗在牢里，在井底。你娘研究了他12年，知道他所有不会去门地方。你是不是忘了上次咱俩打架谁先倒的？分期再加20年，大约需要还470年。破晓一击，塔波布拉，你自己会爬起来的。我说的是，我欠李有堂的那些灵石，你来还。凤九渊，你也有今天。破晓一击，一息足矣。鸡鸣。师父。魔式3个条件：不被恨意遮蔽，为他而战，50战，重要之人在场。想让我倒下，还早着呢。始祖3万年前建造，被3000年没人动过的天机族古铭文涅槃穗归位。哥，
你是不是忘了上次咱俩打架谁先倒的？万籁俱寂，唯有星光作伴。老婆要是活着，看到这光，你现在的毛比他白了，再过2年是不是要当场先去？白帽式模式3的外观不是寿元耗尽，寿命确实少了10年。用一次烧一次吗？师傅说过，天机族问只问天亮了没？天亮了，下次找别的天机，我只负责叫，不负责再破。赠品也算收入项目，固定资产鸡鸣罐地皮估值多少灵石？每月1000灵石。卯时补一生，专门给药源催熟灵值，加200，成交。你以前从来没有稳定收入，现在有收入了，是不是该还钱了？应该，但是精神损失费需要双方先就定价标准达成一致，那就从通行费开始，任务支出应由受益方承担。叶宗主说他不报，申诉失败。再走个人还款流程，青木宗报销审批周期最快3个月。下一个任务，帮九幽加固深渊封印，有报酬，报酬到了先还你。九幽托青羽带了话，封印稳定，但打明穿过6层岩壳，剩下不到一半强度，需要在深渊第7层设晨光中继阵。九幽不付灵石，但他可以把深渊下方一座废弃灵石石矿的开权转给青木宗。叶青劳答应从中分2成给个人，大约相当于30万灵石，所以还钱靠了矿权分红，被动收入。目前还没有，回来就有了。矿权到手之后，你的30万排在第1顺位。新毛颜色害了不错，灰的哪里不错？比你空下那种地方黑毛沾灰很明显，灰色沾灰看不出来，战术优势。你是不是在安慰他？不是安慰，是客观分析。你把客观分析当安慰用，效果一样。爹呢？回望妖关了。阮三娘找他去办过户。万妖窟有个废弃商铺，以前是天机族祖上开的联络站，地契还在姬家名下。那家铺子以后是我们家的。铺子卖鸡饲料，祖传方比麦麸好吃。名字我来取，他哥取的一定难听。起飞点在平地上。直接往上跳，鸡不是这样起飞的，先跑3步再跳，跳的同时翅膀往下扇，第1下最重，把自己从地面弹起来。起飞靠的是蹬地反纵力。3步太多，2步就够了。你的腿比普通鸡短。师傅，你是说我腿短？不是短，是比例不同，将来还会长。5尺，比上次多了2尺，进步。3件事。爹明天回来要漆牌匾，叶宗主说中剑阵材料后天出发。这次能带上我吗？九幽的深渊封印周围有暗灵气残留，需要医疗修士定期检测经脉负荷。我问过叶宗主了，说可以。可以，但费用自赔。白银姐姐喜欢你。知道，3年前就知道了。修行优先。情感安排在元婴之后，按目前进度推算，大约再过250年。封印稳定了，到目前为止迟到0次，你是老身见过最准时的天机族，唯一见过的也是3万年前那只，他也是准时，但他中途飞走了，再也没回来。你不会跟他一样吧？不会飞走。他有吊冠，有徒弟，有弟弟，有爹，有债主。司空寒、李有田、青木宗补贴合同，走了违约金很高。所以你要留下，是因为怕交违约金？你这辈子说人话的时候，都是在说歪理。3万年前也是这种光，它飞走的时候，光芒从东方消失。东边是凤栖山，始祖在那边涅槃了，3根穗都还在，他没消失，他还在黎明的规则里。老身知道了。他妈的！师兄说下月每月500灵石，从补贴出。
你自己喝，别又像上次一样让白灵替你挡。没喝的是他，上次是我自己倒的。习惯了。后山那棵松树下挖到了，老头留给我的东西。原来打算改，后来觉得叫暗语沉渊也好听，比晨光破晓差点儿，排第二。你信吗？信吗？信吗？你以后每天寅时还叫，叫，我卯时叫，可以。哥，我这个招式名字，老头说排第二，你是第一，不跟你争了。天早就亮了，但鸡还是会叫，因为天亮之后，才是他们一直守着的东西。天机族残脉3只，白羽魔石3共鸣领域被关了30年，还有化神残力，意料之中。永业纪上且百灵机组输的不算错。3家除了天凤还有谁？宗僧齐抗进达不夷林，是被麒麟的封印从外部焊死了。那现在来找他干什么？先放一只天机，只要还有永延前一亮的事情，该规模返校的。你要他，不是要你。你不用再去找那只白羽公鸡，只需要做一件事，继续开你的茶铺，等他们自己送上门。